好，各位大家好，然后这里是这个，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是开始做这一期街头摄影的节目的第二期。然后我换新设备，这个换到了奥智星 OM System 的第一款，可以说第一款切件OM1。它现在已经出到第二代 Mark II，但是我现在买的是第一代，因为它二手降价很便宜，我觉得性价比很高，所以说换到了这一代。而且由于我之前那个 EM5奥林巴斯之前的那一台相机，它的快门出问题了，所以正好更新换代换到了这一台。好，那我们来说这个星期我的遇到的问题和得到的一些经验。我们上个星期分析的时候有说到，我有好多照片它拍的不方不正，所以这个星期我着重去练习了拍照片一定要拍的很对，方方正正的，就是很好看，非常好看。确实在这次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拍的方正是有很大的进步。就是你可以打开你的直方图，上面有一个看你的相机相对位置的一个功能，然后它会帮助你保持你相机的方正。当然我在用这个的途中还学到了另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拍的东西的线条它本身就不是方正的，所以哪怕你的相机摆正了，你拍出来的东西它也不正，你可能需要调整，去根据你要被拍的那个物体的线条去调整。OK， 这是我上个星期所学到的东西，但是我上个星期也有遇到一些更多的问题。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挂在这个OM1上面的是75的镜头，算是一个比较长焦的中长焦吧，中长焦的镜头了。对于Micro Four Third 的相机来说，75现在就是140、150左右的一个焦距，在35毫米等效上。但是为什么挂机要用一个75的？明明是做这个 street photography 街头摄影的，为什么要用一个75的镜头呢？是因为我在上个星期的练习中有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很难去接近别人，你很难去拿着你的相机走到别人的面前去拍一张照片也可能是因为我是刚刚开始做街头摄影，是不是很适应，就是要去做这些事情。我看很多他们做街头摄影的，就是在挂机头就是35或者是50，就跟人眼视角的镜头，这样拍出来的他们更真实，而且可以带景观在里面。但是我目前为止还完全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我也很好奇其他人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去做这个街头摄影。这可能是我接下来一个星期所要着重去练习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走到人群中去。我现在还是拍了很多照片，是用75远比较远的距离去拍一张照片，这样我感觉不会冒犯到别人，然后也不会就是说打破他那个自然的状态，可能这样会比较更聚焦于主体吧，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上个星期本来一开始挂的是50的头，但是后来换成75，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习惯。我有去拍摄一群人在公园里去踢球，但是因为可能是太明显了，所以说被问了，被提问了，就是说，哎，你是干什么的？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拍我们？所以我当时也觉得很紧张，因为这是第一次被问，然后估计他们也觉得不舒服，因为被人拍摄，所以我走开了。在那个之后，我就换成了75，所以我接下来一个星期可能会去换到50，也就是对等效的50，也就是25，在 Macro Four Third 是25去拍摄更多的照片，去尝试一下离人更近一点，会怎么样？应该其实会更好一点，去试一试。但是让我们开始第二环节吧，也就是去看一下我的照片怎么样。我看一下这个不好，这个其实不好的照片，我其实应该把它删掉，不应该放置。
看这张，好，这张可以看，这张好看。没有来读人吧，大概。哎，所以这张其实我觉得拍的很好，拍的很好。这个是剪切过，这个也剪切过。我觉得这张其实是拍的很好的一张照片。我其实一开始我看到的是它后面的这个地方，这个灯塔，就是个滑梯的这个灯塔，然后是他身上的衣服，黄颜色的衣服和当时是黄昏的，也不算黄昏，对，是黄昏，但是是阴天，所以说天气很阴沉的样子，所以拍起来就是，而且这个小女孩也很不开心的样子，也可以看到。很不开心的样子，但是他的衣服很亮，和旁边的景色很对比很大，所以我当时一瞬间就是看到他的衣服，所以拍。然后我后来发现他旁边的这个滑梯的这个鳄鱼嘴很衬托，所以就剪切了一下，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稍微 P 一下，就是有点像小孩子和大怪兽说我不开心，然后他的骑士这个鳄鱼来保护他。不过这张也有问题，就是说左边这里其实有点多了，这个前景的这个树叶有点多，把这个小女孩的头挡住了，把她的头挡住了。如果把这个叶子再往左移一点，移开，不要让它挡住这个小女孩的头。然后我这个摄影师需要可能再往右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这个鳄鱼和这个小女孩可能会更紧凑一点，中间距离不会这么远，可能更紧凑一点。然后这小女孩的脸也会全部都凸出来。但是当时毕竟是街头摄影，然后没来得及调换位置，然后他的父母这个小女孩的家长就从右边走过来了，所以当时只拍到了这样的一张。我觉得这一张其实蛮好的，不过就是说需要更注意画面中的元素。然后我也是离得太远了，这一张是用75兆拍的，可以看到吗？75兆拍的，离得太远了，还是太远了，需要近一点，我就走近。这个是裁剪过的，所以看起来还好，但其实还是太远了，需要靠近再靠近，这样拍出来才会好看一点。离得太远，我现在的问题就是离得太远，我需要把75换到50，然后走近走到脸上去拍。OK， 这是这一张，看剩下的，这一张吧。这一张，这张也很，嗯，这张是昨天下午，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下午，因为当时天上有很多的云，在洛杉矶可能看不到这么多天上有很多云的时候，平常像七八月其实说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没有云彩的天上，都是亮堂堂的一天，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有云的天气还是很少见。当时是这个 golden hour， 就是说太阳马上要下山的时候，再加上这个云，太阳射过来的光线全部被云挡住了之后，打出来的那个光线就比平常的那个黄昏的光线更加柔和。而且我还有一张是拍的天的，等一下可以拿出来看。这一张是拍的呃这个街道，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光斜着射过来简直太完美了，这条路是引导线从中间一路穿过去，然后我拍的，我又谨记了要拍横平竖直，所以拍的很比较也不是很正，但是比较正，然后这样一条路过去，然后光线从侧面打过来，所有东西都很完美，就是没有人，没有主体，没有一个要拍的东西，就光很好看，什么东西都很好，没有东西这就是我觉得这张照片最大的伏笔，就是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主体，没有就不知道在看什么，虽然很美，但是不知道在看什么，空空的。我需要一个人，我需要一个模特，我需要一个至少是有什么东西在这里可以拍，这是这张照片最大的败笔。然后就是右边这个车有点太清楚了，我可能需要光圈再调大一点，右边的这些车干扰比较多，可能把它去掉，你这样。
不可以。把它们去掉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样的话不会有太多的干扰，但是这样的话就看不到中间这块区域。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个主体。如果我主体站在这里，我可以靠近一点，然后不用这个75，用其他的镜头去打特写，或者说是让它把右边的这部分遮掉。我人往右站一站啊，或者怎么样。车太多了，车太多了。虽然光线很好看，但是车太多了，车太多了。但是路很好看，非常好看的光线，车太多，干扰的元素太多。好，我们看下一张，我给你们看那张我拍的天空的画面，那是这一张。这一张我觉得简直是完美。其实这一张我并没有过多的构图，因为当天实在是这个光线太完美了，我只是站在那里抬头看了一眼，然后被这个光线所征服，我说我一定要拍下来，所以我就稍微走一走，然后就拍下来。其实不用怎么构图，完全不用怎么去勾勒，它本身就很完美，就是这个光就很完美。然后这些灯杆正好被它这个强烈的光照打到那个成个黑影，然后这样一串过来，就很棒，就很 nice。我唯一觉得不好的就是说这个树。我应该再往左站一站，但是当时只想着拍了，所以说没有注意到那么多。然后就是可能这里太亮了，别的好像没有什么，可能光圈应该再小一点吧，光圈再小一点，光圈再小一点的话，这样这个景色可以拍出来。光圈但是光圈再小一点的话，它的范本数太高。对，但是这张确实很好，我觉得很好，稍微裁剪一下，稍微裁剪一下，好像没有刚刚好，这是，好像这样会好一点，这样好一点，这样好一点，把这里弄出来，不过也很完美了，这样也很完美，但是，还是你有发现，我每张照片都需要裁剪，就是说距离还是我的距离太远了，对，街头摄影还是要离得近一点哦。但这是拍了风光了，但这也很好。好，我们看下一张，最后一张，特别后一张，我们看这个吧。这是一家奶茶店，我觉得这张也是昨天晚上，这张很明显的表现出了我上个星期的练习起效了，就是说拍横屏竖直。我拿起这张其实没有怎么看，我拿起相机来，先这样拿起来我就拍，然后相当的横屏竖直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看下面，这是他的门的问题啊，这不是我的问题，他的门是歪的，门是歪的，可能右边有一点点高，有一点点歪，但是大部分都是正的，可以看这，没有问题。然后这张我也觉得很好，就是说这是在外面拍的，这个女生她在做事情，然后里面很暖色调，外面是冷清清的一个冷色调，我觉得这样拍的还蛮不错，唯一不好的就是还是我离得太远，我要再近一点，站近一点，这样，然后竖拍，是不是会好一点？就是旁边干扰的就没有那么多了，就完全是它，完全是这个主体，然后可以看到门框很亮很冷，里面很暖，就是这样一个单的这么一个画面，而不是现在就是很大的这有2个人，厕所有字，还有半个人，然后外面这个盲人道，就是什么都有，太远，我离得太远，所以这个星期发现的问题就是说，一定要走进去拍。然后我很庆幸我买的镜头，我带的镜头全部都是定焦的镜头，
这样可以让我很快的发现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变焦的镜头的话，你可以试着去把你的焦段去锁在一个地方，然后让你意识到你人是有动，人是有镜头。所以我这个星期发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离得太远了，我需要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当然我也是还没有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还没有发现就是怎么才能去礼貌的去拍别人。我看很多人说，就是不要紧张，自然一点。就是你拍别人一下被人发现了，你就解释一下，或者是笑一笑，点点头。下个星期我的目标就是说，一定要自然的去拍这些照片，自然的去离近一点，自然的去去运用这些焦段吧，可能是。所以下个星期我会换成25的镜头，也就是50等效的镜头去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做到改变自己的距离，去更近、更自然一点。好，这大概是这一期的内容。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我上个星期所做的横屏竖直的练习是有效的，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好看了很多。横屏竖直之后好看了很多。然后接下来要练的重点就是说，要距离离近去拍，一定要离近去拍，有50。然后其他要注意的点，像刚刚总结的，3张照片，4个其实够，离近一点，这个是别人的照片，有主体，一定要有主体，有内容，有意义，这个太空了，对，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就是说离近有主体，还要坚持我们横屏竖直的练习，大概就是这些。好，谢谢大家。好，希望你们可以从我这里能学到我的经验、教训，然后可以更好的练习摄影，让我们一起进步。好，那我们下期见，拜拜。